俗话说得好，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公补。今天呢，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每天睡前做一会儿，能帮助养护肝脏和肾脏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平躺在床上，全身放松，双手放在肚脐处，双腿并拢，然后慢慢的将双腿抬起，让小腿和地面平行，这样坚持一会儿，再将双腿放下，然后呢，左腿屈膝，脚掌踩地，右腿伸直，和地面保持垂直，左右交替练习。这一整套动作每天睡前做10到15分钟。这个动作呢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血液回流到心、肝、肾，帮助肝肾排毒，畅通气血运行，对滋养五脏都有很不错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这个动作呢还能够预防关节老化，保养双腿。肝肾不好的人就可以呢多练习一下这个动作，还可以配合的喝点菊花茶和蒲公英茶，都有很好的养肝明目、滋养肾脏的作用，能让肝肾越来越年轻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血糖高，应该少吃甜食，少吃含糖分高的食物。其实除了这些，生活中有2种肉也要尽量少吃，不利于血糖稳定。第一种，熏肉。一般熏肉都是经过加工的，里面会添加一些化学物质，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是不适合吃的，因为熏肉里含有的有害物质会对胰岛素产生影响，不利于血糖稳定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第二种，肥肉。肥肉含有的脂肪和饱和脂肪酸比较高，吃多了不仅会引起身体肥胖，还会破坏血糖的平衡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这类肉血糖高的人也要尽量少吃。脾胃的强弱呢和人的健康息息相关，如果脾胃好，身体也能够得到充足的营养，那么身体自然强健。但如果脾胃虚，身体得不到营养，自然呢会影响健康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调理脾胃。我们可以呢先站好，双腿微微的弯曲，两手手掌心朝上放在腹部前面，然后左手翻掌往上举，右手也翻掌向下按压。做的同时，双腿站直，拉伸身体，坚持4秒，回到原位。再换相反的方向，那这样左右一共重复30次。因为脾经经络主要是分布在我们躯干两侧的，所以这样单举手臂可以帮助调节脾胃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效果。那每天坚持练习，脾胃会越来越好。女性都有乳腺结节的困扰，除了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就是甩手动作。首先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双腿微微弯曲，双手向上抬起，手掌心向内，然后手臂自然的上下甩动，双腿呢也配合着弯曲伸直，甩动一会儿再站直，左手向上抬起，右手自然落下，然后呢交替的甩动。这个甩手动作做5到10分钟，每天甩动3次。这样甩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淋巴排毒，还能够舒展肩膀，缓解腰酸背痛，对疏通乳腺结节、改善驼背有很大帮助。那女人有乳腺结节要少生气、少熬夜，注意呢多运动。推荐大家可以常喝蒲公英根茶，有通乳散结的作用，有助呢改善乳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我们每天都要喝水。但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，有的人一喝水就有尿，而有的人半天也不去厕所。那这2种情况哪种更健康呢？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天喝水都是需要排尿的，但如果一喝水就有尿的话，这可能不是正常的现象，这可能是排尿系统或者是肾脏过滤功能出现了问题，或者呢和膀胱储尿量少有关系，最好呢去检查一下。但喝很多水不排尿，这也不是一种好的现象。如果长期不排尿，这样会给肾脏和膀胱增加负担，损害肾脏健康。所以不管是哪种情况，对身体健康都是不利的。那对于喝水，大家呢还需要注意，不能够一次喝太多的水，还有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，这样对肾脏和膀胱健康都是不利的。对于肾不好的朋友，平时要多注意养肾，建议大家可以常吃养肾食物，比如桑葚、枸杞、核桃等等，对肾脏健康有帮助。排便虽然是生活中的小事，但是排便次数和肠胃健康有很大关系。有些人一天要排便3次，而有的人3天才排便1次。这2种哪种对肠胃更好呢？下面我们来看一看。
首先，我们来说一天排便3次。有的人身体新陈代谢快，肠胃蠕动强，那么就会吃得多，排的也多。这样的人肠胃呢是很健康的。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脾胃受寒，吃了生冷刺激的食物，就会有拉肚子的情况，一天要排便好几次，这时就要多注意肠胃健康了。再来说3天排便1次，这样的人通常是便秘了，可能是因为饮食和作息不规律、喝水少、不运动引起的。便秘会增加肠道负担，体内堆积毒素和垃圾，对健康不利。那经常便秘的人可以常吃一些通便食物，比如苦荞、燕麦、苹果等。所以总的来说，不管是哪种，都有各自的问题。但如果是一天排便3次，第一种原因相对来说肠道还是不。女人都以瘦为美，一说到减肥，那真的是令人头疼。其实一天中有3个时间最容易发胖，如果能够避开，或许减肥会事半功倍。第一个，早上7点到9点，这个时间是吃早餐的时间。早餐呢是一天中最重要的，所以要营养均衡才行。这样呢能够提高新陈代谢，促进身体排毒，对减肥瘦身有帮助。如果不吃早餐或者早餐吃得不好，就很容易发胖，并且对肠胃健康也不利。第二个，饭后2小时，饭后2小时也是最容易发胖的，尤其是上午10点和下午3、4点的时候很容易饿。如果这时候吃东西，吃一些零食或者热量比较高的食物，那么就会让体内脂肪越来越多，导致身体肥胖，所以最好避开这个时间。第三个，晚上8点以后，很多人睡觉比较晚，所以晚上就容易饿，这时最好不要吃东西，要不然会给肠胃增加负担。不仅会导致体内堆积脂肪，还会影响睡眠质量，对健康不利。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，就尽量避开这3个时间吧。不过可以经常的喝点冬瓜荷叶茶或者蜂蜜柠檬水，对减肥有帮助。血液在我们身体中是不断流动的，但是一天中血液会有最粘稠的时候。那你知道是什么时间吗？那就是早上5点左右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身体经过一晚上的新陈代谢，体内水分会流失，这时血液粘稠度就会加大，一般到了早上5点左右，也就是最顶峰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早起后会有头晕头痛、视力模糊的情况。如果想要稀释血液，大家可以在起床后喝一杯温开水，除此之外还可以常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荞麦，荞麦中含有多种的维生素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净化血液，让血管更加通畅，预防血液粘稠。第二种，洋葱，洋葱中含有前列腺素 A， 能软化血管，稀释血液粘稠度，预防血管堵塞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都要做很多事情，其实呢，在这些小事中，有一些是增寿的事儿。若每天都爱做，长寿可能会与你有缘，医生也会远离你。第一件，吃早餐。早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每天早上吃一份健康的早餐，能帮助我们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，所以吃早餐是非常有必要的。第二件，早上起来排便。早上是排便的最佳时间，若能每天坚持早上排便，可以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垃圾，对肠胃健康也有帮助，所以坚持每天早上排便更有利于长寿。第三件，每天坚持午睡。其实午睡对长寿也是有帮助的，如果能够每天坚持半小时午睡时间，既能帮助补充体力，还能够增强免疫力，保护心脏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除了上面这3件事外，每天坚持喝一些养生茶，也能够起到延年益寿的效果，比如玫瑰花茶、绿茶、桑叶茶等等。生活中很多人饮食作息不规律，喝水少，不爱运动等，这些不好的习惯都可能会引起便秘。那我们该怎么判断是不是便秘呢？大家可以看看自己一周的排便次数，如果每周排便少于3次，那么就可能是便秘了。除此之外，还可能会有大便硬结，总感觉排不干净等。所以呢，大家要及时的进行调理，可以试试常吃2物。第一种，红薯。红薯大家呢都很熟悉了，红薯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所以经常的吃一些红薯，能够帮助润肠通便，改善便秘。第二种，糙米。
糙米也能很好的改善便秘，糙米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经常吃也能够帮助排便。除了这2种食物，经常的用大麦茶和番泻叶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预防和改善便秘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患有糖尿病，最担心的就应该是它的并发症，所以一旦血糖升高，要好好控制血糖。在我们身边就有食物胰岛素，大家可以换着吃。银耳。银耳被称为平民燕窝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，不仅可以美容养颜，还有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有助血糖稳定，预防并发症。2. 石斛。石斛是常见的中药材，具有很多的功效。石斛呢，能够刺激胰岛素的活性，经常用来泡水喝，也能起到稳定血糖的作用。3. 苦荞。苦荞大家都很熟悉了，苦荞营养价值高，其中含有黄酮类物质，能够促进胰岛细胞恢复，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，能帮助很好的控制血糖，所以可以经常的吃一些。温馨提示：食物只能够帮助辅助降糖，还是要以药物为主，这样才能让血糖回归正常状态哦。好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分享，请点击关注，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给我留言哦。拜拜。